1月25日，德新社披露称，德国联邦国防军正在针对该国的国防问题制定新的德国行动计划，相关文件有望在今年3月完成。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因为这一次国防政策调整非同以往，它是冷战结束后德国首次制定如此庞大且系统化的国防战略规划，它将直接影响未来数十年里德国的国防方针，尤其是在眼下俄乌大战愈演愈烈，欧洲安全形势空前严峻的背景下，德国的国防政策转变将会给整个欧洲未来的安全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新的国防规划内容目前属于绝密级别，外界很难得知它的全貌，但通过德国国土防御司令部指挥官安德烈·伯德曼中将接受采访时的表态，火力军还是能为大家管中窥豹，分析一下德国未来的国防战略。伯德曼中将表示，德国在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面临敌人，包括弹道导弹袭击、特种部队、非正规武装组织破坏、间谍活动以及针对德国能源、电信部门的攻击。伯德曼认为，俄罗斯通过虚假宣传展开的信息战实际上已经开始，而通过特种部队和非正规武装妨碍德国和北约盟友的军事部署，以及向德国发射弹道导弹，都是德国在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后，俄罗斯极有可能采取的手段。届时，德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将会遭到破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伯德曼呼吁德国加强与其他北约盟国的军事合作，以提高防空实力，以便抵御来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对此，火力军想说，如果北约和俄罗斯真的发生冲突，伯德曼提到的几种威胁确实很可能发生。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的确多次通过发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交通、能源设施展开袭击，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破坏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打击乌克兰人抵抗意志。俄罗斯在战争初期炮制的一系列大捷，以及俄罗斯黑客此前对西方大企业、媒体和政府部门的网络攻击，也证明了俄罗斯会在冲突中打信息战，破坏对手的网络安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也在此前宣布，德国放弃义务编制是一个错误，德国准备在未来用5到8年的时间解决这方面短板。种种迹象表明，在苏联解体30多年后，柏林方面再次将莫斯科看作了威胁。德国意识到，俄罗斯虽然不再是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也没有苏联那般强大的国力，但它依然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地区强国。莫斯科始终没有放弃对前苏联加盟国和东欧国家的控制欲。德国在冷战期间分为东西2个部分，东德与西德的边界便是华约和北约对抗的最前沿。德国需要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承受第一轮冲击，因此西德当时的国防战略总体趋于紧张。西德还常年维持着一支兵力高达50多万人的部队，但在苏联解体后，德国的国防战略趋于宽松，军费大幅度缩减，兵力被削减到了18.2万人左右。不仅如此，联邦国防军的官兵也有朝着公务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很显然，至少在2022年之前，德国并没有在欧洲参加大规模战事的准备，但在未来，德国将为这些军事威胁做好充足的准备。实际上，德国面临的问题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在国防战略上做出调整的国家并非只是德国。从2022年2月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后，北约国家便纷纷承诺要将军费开支在 GDP 中的占比提升至 2%。欧洲各国的军工企业也因为援助乌克兰提高了产能，一些国家还计划对征兵制度进行修改，以便更好地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比如，英国陆军参谋长桑德斯就紧随德国，宣称英国民众应该接受军事训练，英国应该恢复义务兵制，在未来3年内将陆军兵力从 7.4 万人扩充到12万人，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瑞典国防部长柏林也在近期告诉公众，可能会与俄罗斯发生战争，该国即将加入北约。而俄罗斯在此之前向瑞典发出了措辞强硬的威胁。而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波罗的海3国，以及与俄罗斯势力范围接近的波兰和罗马尼亚，也在2022年之后制定了扩充军费、欢迎更多北约盟军入驻的政策。一些观点认为，欧洲国家近期调整国防战略，纷纷向俄罗斯展现强硬姿态的原因，其竟因与近期发生的俄罗斯运输机被击落一事有密切关联。自1月24日，
俄军一架伊尔76运输机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比尔格罗德地区被击落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为运输机上是否存在被俘士兵以及运输机为何被击落的问题上争执不休。这些观点认为，在俄乌之间连交换战俘的默契都被破坏的情况下，俄罗斯已经与西方丧失了沟通空间。欧洲国家近期对俄罗斯纷纷放狠话，宣扬对俄开战论的行为是在和俄罗斯打信息战，是借助此事展开的有预谋的行为。尤其是在俄军运输机被击落的同时，北约31个国家出兵9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坚守捍卫者2024军演。在这场军演中，北约国家出动了4个航母编队，120多架战机，出动的主战装备包含了 F-35隐身战机、机敏级核潜艇、豹2主战坦克等在内的大量现役主战装备。这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其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敲山震虎，向俄罗斯秀肌肉。对于这种观点，霍立军认为，俄军运输机被击落一事谜团太多，许多细节还需要等待更长时间的调查，甚至于这件事的真相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国家近期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不大可能与这件事有太大的关联。如果一定要说原因，那么霍立军认为，从2014年俄罗斯出兵拿下克里米亚、介入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冲突开始，俄罗斯便已经与欧洲国家埋下了芥蒂，俄罗斯也因此狠狠吃了一波制裁。等到2022年2月24日，俄军全面进攻乌克兰，欧洲国家便再也无法容忍俄罗斯的企图。只要俄军还没有离开乌克兰，欧洲国家便会持续将俄罗斯视为重要的军事威胁。欧洲国家针对俄罗斯推出的国防战略就不会改变。至于坚守捍卫者2024军演，就更不可能和俄军运输机被揭露的事情有关了。毕竟，坚守捍卫者2024属于北约国家的年度军演。按照北约的演习规则，像这种参演兵力非常庞大的活动，需要至少提前18个月与各成员国一同筹备。这意味着，最晚在2022年秋季，北约就已经敲定了这次军演的计划。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欧洲国家都在谈论俄罗斯的威胁，欧洲大陆仿佛出现了类似冷战时期的铁幕，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却比美苏冷战时更大。冷战时期的苏联将它与西方世界对抗的前线延伸到了中欧地区，而如今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纵深已经向东退缩了900至2000公里。俄罗斯绝大部分的军事资源都被投到了乌东前线的深渊之中，而欧洲国家和美国则富有余力，对俄罗斯拥有军力、财力上的绝对优势。俄罗斯很难在这场与冷战相似的博弈中获胜，而类似德国这样调整国防战略的情况也不会是个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于德国调整国防战略，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侯立军，下期节目再见。